川普时代 2.0 即将来临，这次中国可要倒大霉了。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1月的经济表现简直是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光是出口暴跌，连资金都在疯狂外逃。这些数据把中国那些整天喊经济向好、信心恢复的官老爷们都给打脸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重磅数据：11月出口增速从10月的 12.7% 一下子就跌到了 6.7%， 腰斩的比韭菜还干净。进口数据更惨，跌幅从10月的 2.3% 扩大到 3.9%， 创下近9个月以来的最差水平。这说啥呢？说明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都在萎缩。大家想想，1个月就能腰斩，这得多吓人！更吓人的是资金外逃的速度。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10月份资金外流258亿美元就已经不少了，到了11月份直接暴增到457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纪录。这告诉我们啥？就是连那些有钱人都觉得中国经济要完犊子了，赶紧把钱转移出去。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说了，你这不对啊，最近政府不是出了好多政策吗？房地产救市、刺激消费、稳定股市，这些措施难道都不管用？我给大家算个账，光是9月底以来，央妈就降了2次准备金率，财政部放了2万亿特别债，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搞了 1.5 万亿。可市场反应如何？这些政策就像是给快要沉船的人扔了几个救生圈，可惜船上的窟窿太大了，根本堵不住。再看看历史数据，川普上一次当总统时干了啥？2018年开打贸易战，就让中国2019年的进出口总额直接下跌了1个百分点。现在川普说要把关税从 12% 提高到 60%， 这是什么概念？这简直就是要把中国的出口往死里整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没事，我们不是还有欧盟和东盟市场吗？大错特错，我给大家揭个老底，中国对东盟、欧盟的贸易顺差，说白了最后还是要靠美国兜底。为啥？因为东盟和欧盟是靠对美国出口赚钱，然后再从中国进口。要是美国这个链条断了，整个贸易链都得乱套。更糟的是，这回可不是美国一家唱独角戏。加拿大已经宣布，从2024年初就要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和矿产品征收关税，到2026年还要扩大到半导体等产品。这是啥信号？这说明西方国家已经达成共识了，要联手遏制中国制造业。所以说，光是川普当选的消息，就让中国11月的经济数据全面崩盘。等他明年1月真正上台，那才叫一个热闹呢。说完了贸易战，咱们来聊聊更吓人的事儿。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这报告可把中国那些天天吹嘘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官老爷们给打懵了。这不是说打就打的脸，这是实打实的数据啊！大家猜猜这报告说啥了？说要是川普真把关税提到 60%， 中国 GDP 增速到2035年就得跌到 1.8%。注意啊，中国现在还在喊着要保5呢，这一下子就得跌到 1.8%， 连保2都够呛啊！我给大家算个经济账，从2024年的 4.7% 到2025年就得跌到 3.4%， 这一年就得掉将近 30%。虽然2026年可能会反弹到 4% 左右，但这就跟回光返照似的，到了2030年就得跌破 3%。最惨的是，到2035年居然只剩 1.8% 的增速了。大家想想，这是啥概念？这意味着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彻底完了。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可能吧？日本人是不是故意吓唬我们？我来给大家分析分析，为啥这个预测很可能成真。首先，出口这块，就光是 10% 的关税就能让出口下降 2.3%， 要是真加到 60%，
那就得掉14%。现在中国的出口总额是3.2万亿美元，掉14%就是4480亿美元没了。这么大的缺口靠什么补？靠内需。别逗了，现在内需都快跌成负数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可不是日本人，他也发出警告说，出口增速放缓会让中国的通缩问题更严重。高盛更是算出来了，2024年中国 GDP 增长的3%都得靠出口支撑。现在这个支柱要是被人踢断了，那不就得完。巴克莱银行算了一笔更细的账，就算关税只加到30%，GDP 也得掉将近1个百分点。要是真按川普说的加到60%，麦格里预测 GDP 直接就得掉2个百分点。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没算上连锁反应。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家开了个工厂，出口突然少了14%，那你肯定得裁员，对吧？裁员了，工人就没收入了，没收入就不敢消费了，不消费商店就得关门，商店关门商场就得倒闭，这一环扣一环，最后波及的可就不只是区2个百分点的 GDP 了。而且你们发现没有，连野村证券这种一向比较温和的机构都坐不住了。他们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说了，要是没有关税，明年出口还能增长4%至5%。但现在呢，能保住零增长就不错了。更扎心的是，凯投宏观的分析师预测，2026年中国出口可能直接就掉3.5%。这意味着啥？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人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过。要知道，现在很多企业的利润率也就3%至4%，出口一掉3.5%，不少企业怕是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人家高盛银行都说了，明年中国 GDP 估计就到顶了，最多也就4.5%。这还是建立在其他国家不跟着美国一起制裁的基础上。要是真像现在这样，加拿大都跳出来制裁了，那这个4.5%可就悬了。所以我说句难听的，那些觉得中国经济已经触底的人，可能还不知道真正的底在哪儿。现在的经济数据已经够差了，但说不定这还是好日子呢。说完了宏观经济数据，咱们来看看老百姓的钱包，这才是最扎心的。就拿北京和上海这2个最牛的城市来说，11月的消费数据简直惨不忍睹，看完都想哭。北京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跌了14.1%，上海跌了13.5%。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这就相当于每100块钱的消费，今年一下子就少了14块钱。更吓人的是，北京那些大型商场、餐饮店和网购的销售额更是暴跌了22.4%。这意味着啥？意味着连有钱人都开始紧裤腰带了。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双11提前到10月了吗？把2个月加起来算不就完了？好，那我们就把10月和11月的数据一起算，结果依然是下跌。而且从年初到11月的累计数据看，北京下跌2.8%，上海下跌3.1%。这时间跨度都快1年了，跌幅还这么大，这不是普通的调整，这是实打实的经济衰退啊！更有意思的是，全国消费数据说是增长了3%，偏偏北上这2个最发达的城市却在狂跌。这说明啥问题？要么是全国数据有水分，要么就是北上确实凉了。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确实看到了很多现象。第一，不少在北京、上海打拼的人都润了。这不是空穴来风，你去看看大厂裁员的数据就知道了。以前一个程序员年薪50万，现在只要35万，很多人干脆就回老家了。人都走了，消费自然就少了。第二，商务活动断崖式下跌。以前动不动就是5星级酒店开会，高档餐厅谈生意，现在呢，视频会议凑合着开，外卖将就着吃。有数据显示，
北京5星级酒店的入住率从去年的75%跌到今年的55%，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没人来呀。第三，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买完房就得吃土。北上的房价虽然跌了，但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太贵了。一套房首付砸进去，不吃几年土能行吗？数据显示，今年北京新房销售均价虽然跌了15%，但每平米还要7、8万，一套100平米的房子首付就得掏个350万。这么多钱砸进去，不省着点花能行吗？第四，有钱人也开始过紧日子了。以前香奈儿、爱马仕专卖店门口排长队，现在呢，据某奢侈品商场的内部数据，今年销售额同比下跌了35%，连买包都不买了，这不是日子难过是啥？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香港的惨状。香港零售额到10月份已经跌了2.9%，餐饮收入跌了1.3%，住宿服务更是暴跌10.2%。这说明啥？说明整个大中华区的经济都在走下坡路。有专家说了，要看中国经济到底好不好，就看北京、上海和香港这3个城市。只有这3个城市的消费回暖了，经济才算是真的企稳了。但现在这情况，别说回暖了，感觉寒冬才刚刚开始呢。所以奉劝各位早做打算，与其指望政府救市、喊口号提振信心，不如自己未雨绸缪，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要我说啊，最近这10几年可能是中国人这辈子过得最好的日子了，以后啊，怕是只会越来越难。在经济寒冬里，还是得留点脂肪过冬啊。